今天这部影片呢，会告诉你2个从未公开过的 MacBook Air 秘技，那其中一个是要拿来剪掉你刘海用。然后接着我会讨论一下很多人问我的这台 MacBook Air 究竟萤幕有没有发黄。然后最后我再来分享一下我使用这1个礼拜过后，我觉得这台 M2 MacBook Air 的4个优点和3个缺点。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。首先第一个秘技，我们要来剪刘海啦。那很多人会讨厌新款的 MacBook， 就是因为新款的 MacBook 上方都有一片很大的刘海。那虽然苹果说我们人要正面积极一点，这个其实是额外多给了我们左右更多的可用面积，就是拿来放通知列。但中间这个刘海真的是让人看了非常的不爽，有很多人真的非常的不喜欢这个刘海，所以第一个秘技我就在教你怎么样把这个刘海变不见。那我们就要欢迎我们的第一套软体 Top Notch， 这是一款可以隐藏刘海的软体。它会直接将上方的通知列变成黑色的，这时候就会完全看不到刘海。那有开启跟没有开启的状态差非常的多，你甚至可以客制化上方的角落是不是要圆角的，或者是多圆这样子，那你就比较不会有违和感。我个人觉得非常的人性化的设计啦，让你的选择非常的多。对于很讨厌刘海的人来讲的话，这个软体真的非常的推。然后第二个秘技，我们就是要来解开 MacBook Air 的外接萤幕数量限制。因为新款2022年的 M2 MacBook Air 逻辑上只能外接1个萤幕，但这个1个萤幕的限制对于长期使用4个萤幕和5个萤幕的我来讲是非常不能适应的。但在使用的这几天之中，我也发现了有一招秘技是可以破解这个限制的，只是这个招式会需要一点金钱上的帮助，就是首先你要先有一台 iPad 才行。那做法非常简单，你就是使用有线先外接到一个萤幕之后呢，你再使用无线的方式连到你的 iPad， 透过这样你就会有一个3个萤幕的 setup 啦，那就可以增加你的生产力，也不会只有双萤幕的限制。我自己觉得，如果是在家办公的话，这样还算是一个 OK 的配置啊。虽然说有个萤幕是 iPad 就有点小这样子，但是绝对是比你只有双萤幕的状况来的还要好，所以这就是一个方式。再来就是要来回答很多人问我的这一款 M2 的 MacBook Air 萤幕究竟有没有发黄？因为很多人看了大耳朵 TV 的新的影片分享中有提到说，他那一台马克波罗 Air 的萤幕似乎是有一点点发黄的。那我在这边也先恳请各位替他的马克波罗 Air 默哀1秒钟。OK， 那我要很开心的宣布，我这一台 MacBook Air 是没有问题的。就他那一台不知道是怎么了，但我这一台呢，我实际跟我的14寸的 MacBook Pro 对比了一下颜色，基本上2款的白色是非常相似的，所以就没有萤幕发黄的问题，非常的正常。不过在对比的过程中，我也发现说，哇，真的是不比较还好，一比较就真的是会有差异，就是2款的萤幕亮度还是有差距的。MacBook Pro 的萤幕亮度还是好非常的多，但说真的 ，MacBook Air 的萤幕亮度其实也都够用啦。我觉得就是可能苹果会跟你讲说，人不要太贪心啦，够用就好这样子。然后接着我们就来分享我们的4个优点吧。首先第一个优点就是星光色真的是超级漂亮的。与其说是星光色，我觉得这个颜色更像是晚霞的感觉，就真的很像是正要西下的夕阳，落日余晖的那一种时刻，就是一抹很淡很淡的金黄色阳光，轻轻洒在银色的 MacBook Pro 上，那就会形成了星光色。这种金色是非常优雅的，很有气质的，并不会给你那种24K 金的土豪感。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种颜色，就是在角落看到或经过看到，我都会被它的金色给吸引住。然后再来第2个优点就是重量真的非常的轻，不论你是单手拿着或者是放在包包里背着，我都有明显感觉到差距。而且这个很轻的重量导致说它虽然说它的设计比较方正一点，但是其实也都非常容易可以从桌上拿起来，这一点跟14寸的 MacBook Pro 就有明显的差距。然后再来，虽然说这款笔电的重量非常的轻，但它整体的设计是非常扎实稳固的，就不会有那种轻薄笔电的脆弱感在，这点是真的非常难得的。而且我有一个怪癖，就是我很喜欢躺在床上，然后把笔电压在我的胸口上用电脑。那用久了通常都会觉得稍微有点压胸口不太舒服，但是这一款 MacBook Air 是完全不会，因为它的重量非常的轻，就是你可以躺着用很久都不会有不适感，非常的爽。然后再来第3个优点就是它的续航力真的超级扯，这个超扯的续航力真的有吓到我。我做轻度的初剪60分钟，在 Premiere Pro 它的电量只消耗了11%，也就是换算起来差不多的话，我从100% 可以剪辑差不多9个小时左右，我觉得真的超级夸张。
那于是有一天我就是尝试真的拿它来几乎都用来剪片，然后再加上其他更吃效能的应用，像是输出影片等等。我大概用了5个半小时的萤幕使用时间吧，所以我觉得一般人拿来使用1天的使用绝对是够的，你是不太需要有带充电器出门的打算。所以说真的是笔电拿就走，非常的轻松。然后再来第4个优点就是它的打字手感真的很不错。我觉得这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个键盘的关系，然后更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笔电的厚度变得非常的薄的关系。所以你在打字的时候，你的这个手腕比较不会有那种笔电边角的割手感，就是压着的时候并不会有很痛的不舒服感。这点就比10日顺来讲好非常的多。好啦，那优点讲完了，好话听完了，该来听坏话了。我相信很多人会快转到这一段，想要听听看 MacBook Air 有什么缺点。那首先第一个缺点就是它的 I/O 端，它的输入端，它的接口还是真的差了一点。首先第一个部分是它右边并没有 Type C 的接孔，这真的是不太方便，所有的接孔都在左侧。那不论你是要外接滑鼠啊，或者是外接萤幕、外接任何的东西，你想要充电，你都会左边一大坨，然后右边超级空，这样我觉得超级不平衡的感觉。我真的就是搞不懂为什么左右边不一个。然后再来就是对于 YouTuber 我来讲，我真的非常想念 SD 卡卡槽，因为每次拍完影片或拍完照片，我都还要再外接一个 Hub 才可以把我的照片或影片传到这个 MacBook Air 上，真的是太不方便了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是摄影师啊，或者是你很常有这种 SD 卡传输资料的需求来讲的话，我觉得你真的要留意一下，要不然你外出的时候，你真的是脱离不了那个 Hub， 你永远都必须带着那一个，要不然你是没办法传输资料，这一点就会变得非常的痛苦。然后再来第2个缺点就是它的效能瓶颈。我自己使用这台笔电比较痛苦的时候，就是在等影片输出的时刻，特别是那种大型的专案，因为输出影片基本上就是长时间的吃效能的作业。那我尝试着输出一下我年初的 Galaxy S22 Ultra 的 review 那一部影片，就是新的影片，那一部23分钟的长片。那当初的14寸 MacBook Pro 是花了我35分22秒才输出完成，但这一款 MacBook Air 耗时了1个小时21分钟又44秒才输出完成，大概是3倍的时间，就是它花了非常久，在我处理像是相片盲测啊，或者是片头那种特效上。那这种长时间高负载的工作，其实就是这一款 MacBook Air 的弱点，因为它其实并没有一个风扇可以进行主动的散热，所以它整体来讲机身温度会上升的非常快，很快就会达到它的温度墙，然后就降频处理了，并没办法一支全速的奔驰这样子。不过整体来讲，它的机身温度我觉得还行，正面靠近 F5 那个按钮的部分大概是47度，然后背面最热的部分大概就是45度吧。那基本上放在腿上你是会觉得烫的，那也让我想到我以前使用 Intel MacBook Pro 的回忆，就是暖暖的回忆涌上心头，就涌上大腿的那种感觉。不过手放置的位置，键盘敲击的那个地方，我觉得温度控制倒是还蛮好的，就并不会到烫手。但如果你想要长时间工作的话，我还蛮推荐你可以找一个笔电的散热支架，就是可以撑起来，最好下面还有一颗风扇在吹的那一种。这样它的效果应该会不错，可以延长它全速奔驰的那个持久力这样子。然后最后也来小聊一下剪辑的体验。我个人觉得剪辑的体验这个部分是给过关的，它剪辑的流畅度是有的。不过如果预览选择全画质的情况下，你是会遇到一点点掉帧的状况。但是整体来讲，我觉得它在拖动那个感觉啊，或者是加东西上去的都是顺畅剪辑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的影片专案并不会太复杂，就是加一堆特效啊、动画啊、什么相片盲测啊、片头那一种的，我个人觉得这台拿来剪辑是非常 OK 的，就是输出时间会稍微久一点这样子。然后最后一个缺点就是第3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，因为真的是有点高，特别这一次256GB 的有读写速度上的速度瑕疵，也算瑕疵嘛，反正就是速度缺陷啦。你想想看 ，M2 MacBook Air 的读写速度256GB 的竟然比 M1 的来得慢，可能30到50%，我觉得这真的是想到让人就觉得不太舒服。所以我建议，如果你要购买的话，一定要上512GB 的。那也因为这样，这台电脑在我的眼里，我认知它基本上起跳就是4万块起跳的电脑。那这单价就不是一个非常容易可以推荐给别人的一个价格。那如果它可以维持跟历年一样3万多元起，或者是256GB 不要有这种问题，我觉得这台电脑就会卖得更好。但是因为这个4万多元起，虽然说我真的非常喜欢它新的设计，那萤幕就撇掉那刘海以外，我觉得非常好。但是如果你真的预算有限的话，我觉得你可能还是选跟之前一样的 M1 的 MacBook Air 应该也是蛮足够。虽然说它设计比较旧，
但它的效能应该还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的，就是大部分我觉得可能70% 人吧，这个 M1 的 MacBook Air 应该都是非常足够的。好了，那差不多今天的影片啦。那如果你喜欢这种心得分享影片的话，那加一点秘技透露的话，你可以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或者是你有什么秘技，你可以底下留言分享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帮我点个喜欢，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。那我现在有创 Discord 群啦，也可以欢迎来加入，里面会有一些闲聊，蛮好玩的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，悄悄，拜拜。